为了打造安全屋，我跟放高利贷的借款400万，同时还在5星级酒店订购了几百座酒席，而且还通过特殊渠道购买了一大批现代化武器。正当我站在沃德玛华南仓库里，计划着如何搬空这里的物资时，突然收到了战龙安保经理发来的信息：安全屋也打造完毕，今天就可以过来验收了。回到家中一看，张毅也是忍不住眼前一亮，不愧是国内一流的安保公司，速度和质量都没得挑剔。全屋已经按照张毅的要求加装了200毫米厚的合金板，通风系统采用的是军工级别，可以过滤任何有害气体，防止有人从外界进行毒气攻击。另外，全屋的保暖系统也全部重做，采用的是北极科学研究所的专业级材料。除了按照您的要求打造了壁炉之外，还可以隔绝99.5%的温度流逝。窗户的材料全都是防弹而且防爆的，甚至比屋内的合金板还要结实。另外，我们在整栋楼都做了监控系统，一共300个摄像头，可以让您监控整栋楼每一个楼层。张毅对于这座安全屋非常的满意，恐怕除非是携带重武器的军队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行闯入他的家中。就算是整栋楼都倒塌了，恐怕他的房间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吴怀仁也满脸笑容，他拿出文件请张毅签了字，然后说道：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请您在3个月之内付清我们的尾款。”张毅笑眯眯的点了点头，一定一定，心里却想着末日来临，你们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。想到自己只花了100万的定金，就白嫖了一座价值近千万的安全屋，实在是太爽了。同时，他订购的一大车饮用水也到了楼下。看到张毅又买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，周围的邻居们全都在议论纷纷。这个张毅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前几天他们家装修，我看到不少人抬着起码10几厘米厚的钢板，学人家电影里面搞什么安全屋，现在又买了那么多水桶，他该不会以为天海市将来会缺水吧？门卫李大叔热心的走过来询问道：“小张啊，你买那么多水桶到底是干啥的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和我说，我给你搭把手。”张毅看着热心的李大叔，心里面也是不禁有些感慨。前世冰封来临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最后的食物给了一对即将饿死的母女，自己却丢了性命，也是这个小区对我很好的热心人。李大叔，今年气温有些反常，我有内部消息，这个冬天很不好过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最好也多囤点吃的喝的，免得到时候物资涨价。真的假的？消息靠谱不？张毅点了点头，你看看，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，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，这些东西也不怕买得多。行，我平时一个人住，多囤点也不碍事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张毅是一天都没有闲着，他把手中每一分钱都毫不节省地花了出去，每天吃饭都要去最好的餐厅，而且在这期间，他每天都要去天海市的打靶场练习弓弩和枪械射击，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。很快就过去了20多天，距离末日即将来临还剩下3天时间，张毅回到了沃德玛仓库，正常上起了班。他决定采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，那就是在他同事们喝的茶水当中加入安眠药。反正距离末世只有几天时间了，他也不怕被查出来是自己干的。由于这些人都是张毅的老熟人，所以张毅很轻易的就得手了。等到药效发作之后，他们沉沉睡去，这一下就可以放手去干了。占地面积960平方米的沃尔玛华南仓库被一个人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偷得精光。仓库里不但有各种粮油、零食、生鲜、各种生活用品，还有各种挖掘机、拖拉机、火车、航空母舰，价值上百亿的物资都给搬进了这个男人的异空间。原来他是重生回来的，他知道还有3天将会进入冰封时代，届时全球气温将会降到零下100度。1个小时前，他买了很多高端热饮分给同事们，大家都喝得很开心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所有的饮料里都放了安眠药。等所有人都熟睡后，张毅把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部关闭，接着来到仓库前，大手一挥，哗啦啦，所有的物资都被他一扫而空。同时还找到了一箱2025年最新的科技产品，这种防寒服可以抵御零下100度的极寒温度。等做完这一切，也给自己来了2两，接着倒在了同事的怀里。主管，出大事了，快醒醒，我们的仓库被人给搬空了。接着我就开始小金人的表演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是我拿的，毕竟整个仓库价值100亿的物资，短短2个小时消失不见，这显然不是他们能做到的。接下来就是各种流程，上面派人下来调查，也没有查出什么来。只不过作为主管，张毅被勒令短期内不允许他离开天海市，并且必须随时配合警方以及沃尔玛公司内部的调查。新闻也相继报道，简直就是一件离奇事件。2天时间很快就过去，终于12月12日这一天还是到来了。这一天的凌晨2点，超新星爆炸产生的余波席卷全球，气温骤降，给这颗星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。一开始雪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，但是不到2分钟之后，就开始变成了鹅毛大雪。短短2分钟的时间，气温就降了50度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。当它有所改变的时候，不会跟你打任何招呼。张毅的内心也有些惆怅，原本的世界就要不复存在了。西历2050年12月，蓝星受到50万光年外一颗超新星爆炸的影响，迎来了全球性的寒武风暴。原本晴朗的天气一瞬间就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气温快速下降，窗外寒风呼啸。张毅的内心开始有些紧张，虽然自己花了价值高达800万打造的安全屋非常完美，但是难免会有些担心，到底能不能彻底抵挡得住接下来的大降温。张毅打开手机，发现网络上全是讨论天气的话题，有的人在叫苦连天，也有些人表示很高兴，突然下这么大的雪，都可以不用上班了。很多的小姐姐还兴奋地发了自己跟大雪的合照。张毅摇了摇头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，接下来大雪将会持续下3个月，温度也会越来越低，到时候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赏雪了。他们谁都不知道，这场大雪和大降温最终会带来一场谁都无法承受的灾难。第2天就开始出现了各种状态，天哪，怎么突然下了那么大的雪？天气预报也没有说啊，大半夜的给我冻醒了，赶紧起来开空调。别说了，我们家这破空调制暖效果不给力啊，半天了，越来越冷，也不知道这么冷的天气要持续多久，我过冬的衣服还没买呢。
张毅还在温暖的被窝中，手机铃声把他给吵醒，没好气的问道：“谁啊？”这个时候打电话，方雨晴听到张毅冷冰冰的语气，愣了一下。张毅，今天外面好冷啊，你之前囤物资是不是提前知道会大降温？张毅懒洋洋的说道：“我也是听朋友随口提到的，不过没想到降温降得这么厉害，怪不得你囤了那么多东西。”张毅，你真是的，这种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，不愧是白莲花，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脸过来埋怨自己。没什么事我就挂了。还没等方雨晴把话说完，他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家伙最近发什么疯，连我的电话他也敢挂？冰河世纪降临第一天，晴朗的天空一瞬间下起了鹅毛大雪，一晚上的时间，气温从25度降到了零下50度，很多人都在半夜被冻醒。张毅睡在自己800万的安全屋里，被电话吵醒。张毅，你也真是的，这种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，害得我被冻到了。张毅眉头一皱，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脸过来埋怨自己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手机扔到了一边。接着他就去洗手间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。昨天晚上，一股强冷空气袭击了全球各地，导致全球气温出现剧烈变化，普遍降温达到了70到100摄氏度。关于这股冷空气来袭的原因，气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希望大家注意好保暖，不要冻伤，不要进行物资哄抢。雪灾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希望大家不要恐慌。听到女主播的话语，张毅嗤之以鼻。冰河世纪来临之后，想要活下去只能靠自己，真要是傻傻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肯定是死得最早的那一批。这个时候，张毅的手机又响了起来，他饶有兴致，很想看看那些之前笑话自己的邻居们在聊些什么。首先看到的是方雨晴的消息：张毅，你怎么突然挂人家电话？外面好大的雪，我没有办法出去，你不是买了很多吃的吗？能不能先借我一些，等到雪灾过去了我会还你的。张毅挑了挑眉，嘴角浮起了一抹冷笑，自己不愿冒着超低温出去，就伸手找我要吃的。这白莲花想的还挺美，前世他就是被这个白莲花迷惑，把自己家里的吃的给了他很多，最后他竟然把张毅给害死了，还要挖掉张毅的肋骨熬汤喝。这一世，你休想从我手里拿到半点好处。张毅现在只想好好的戏弄他，然后看着他如何凄惨的死去。想到这里，他嘴角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，给方雨晴发去了消息：你早说啊，我家里囤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。你瞧，今天早上刚煎的牛排，还有少说2、3万的法国红酒。明明住在一个单元楼，张毅竟然过得这么好，立刻让方雨晴嫉妒的要死。他立刻给张毅发过去消息：真好啊，人家也想吃牛排喝红酒呢。张毅慢悠悠的回复过去一条消息：想吃就去超市买吗？张毅，你真不是个男人，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都不知道过来表现一下。哼！但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发出去，不能生气，忍住不能让鱼塘里的一条鱼乱了心智。张毅没有继续理睬方雨晴，把手机丢到了一边。他想通过监控大楼监控系统的平板电脑，打算看一看好戏。正好见到居委会的林大妈在呼吁大家不要慌乱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不要着急，不过是突然的降温而已。要相信我们的官方，最多2、3天就过去了。我们居委会也会帮大家想办法度过这场雪灾。千万不要去哄抢物资，不要给官方惹麻烦。这么大的雪，家里面不囤点物资能行吗？就是啊，要不然出去买点菜回来吧，恐怕这几天菜价又要涨疯了。林大妈立刻加重了语气：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不是在给我们添乱吗？哄抢物资只会导致物价变贵，到时候大家都要吃高价菜。谁要是敢去囤积物资被我发现的话，别怪我向上面举报他扰乱民信。正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从后面传来：林大妈，你知道这场雪灾会持续多久吗？万一时间很长，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冰河世纪降临第一天，晴朗的天空一瞬间下起了鹅毛大雪，一晚上的时间，气温从25度下降到了50度，人们也开始恐慌。正当居委会的大妈在安抚众人时，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：林大妈，你知道这场雪灾要持续多久吗？万一时间很长，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是啊，你不让我们囤物资，到时候缺吃少喝算谁的？你给我们吃的吗？林大妈见到众人都站出来反驳她，也是有些心慌。该死的小子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反驳我，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？还有你，张毅，不要在这种时候煽动人心，你这样可是违法乱纪的行为。哎呦喂，这么大一顶高帽子，我可是戴不起。放心好了，外面那么冷，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，你们随意。林大妈咬牙切齿，这个张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回头想个办法，找个黑地把他拘几天。张毅的心中有些哀叹，末日来临，不知道多少人要被冻饿而死。不过有些人是死有余辜，比如说前世那些害死自己的邻居们，不管他们是死是活，反正张毅下定了决心，自己要一直苟下去，不需要考虑工作和人情世故，这样的生活可比末日之前爽多了，只需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，谁啊？这种时候发消息，张毅，现在外面的道路都被大雪给封住了，你等下带着工具出来帮忙扫雪。居委会林大妈在群里艾特他，这报复来的还挺快的嘛。张毅当即回绝了，就算扫雪也是等到雪停了再说。对啊，外面零下70多度，出去一会儿估计就得冻伤。我们这里又不是东北，压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御寒设备，怎么出得去？这么多人跟着起哄，林大妈当场就急了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那扫雪又不是为了我，还不是为了大家吗？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遇到灾难不主动出手为人民服务，都想着逃避怎么行？张毅，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，必须要出去扫雪。现在是危难时刻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听从组织的指挥。如今雪灾刚刚来临，各种社会秩序尚且存在，大家都不敢违背。张毅当然知道这些鸵鸟的心思，他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。既然是为了大家，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。而且要说年轻力壮，咱们小区里面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只喊了我们几个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啊？其他业主们看到张毅这么说，纷纷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就是找的全都是老实人，怎么不去找陈正豪和许浩他们？6楼做土方项目的陈正豪手底下有几百号人，
8楼的那个富二代许浩家里在高层还有关系，林大妈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提他们俩。张译直接戳穿了林大妈欺软怕硬的本质，这让林大妈面子顿时挂不住了。